说到世界上最衰小的航空公司，我想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马航吧。马来西亚航空 Malaysia Airlines 2014年2场震惊世界的空难接连发生，让这家原本就经营有点吃力的航空公司瞬间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存在。而在经历那么多波折之后，如今的马航是否已经从这段低潮中走出来了呢？马航在2025年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又是否还会是个好选择呢？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看吧。废话不多说，3、2、1，起飞！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世界天空曾经的霸主马来西亚航空。马航曾经真的很辉煌，航线布满全球。但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AirAsia 跟隔壁新加坡的崛起，2014年接连的2场不幸的空难，以及2019年爆发的 COVID-19 疫情，这家航空公司早就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因此，对于我这个没有搭过马航的人类来说，我其实不知道应该要期待什么。今天要开箱的航程是新加坡经基隆坡飞上海，两段都是用马航的737-800直飞，虽然都是同一种机型，但这两段的搭乘体验却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赶快跳到出发点吧。欢迎各位来到世界第一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这座机场有多屌，真的还需要我多说吗？先来报到托运行李吧。这座机场呢，目前一共有4个航厦，而马航则是使用其中的 T2 也刚好是最新翻修过的航厦，所以可以看到，即使这座机场已经那么强了 ，it's still ever changing。T2 采用了大量的自办托运，人工柜台非常稀少，用这个机器资料输一输，行李牌印出来后，粘上包包就可以丢进去这个机器了。照理来说是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被检查一下证件，所以最后还是去柜台解决。那解决完行李托运后，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座无敌漂亮的机场吧。可以看到樟宜机场使用了大量的科技以及绿化的元素在装饰里。与其说这里是个交通枢纽，不如说它更像是个休闲娱乐中心。地板用的都是地毯，能够有效的减少噪音，让大家能够更悠闲的享受这个空间。而过海关也都是自动通关，护照扫一下就可以过了，效率真的吓死人。这里你也看不到会让人很有压力的安检，因为在新加坡安检都是在登机口才做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带食物跟水过海关的哦，是我觉得蛮棒的一点。好的，过完海关才是重头戏。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为什么樟宜机场是世界第一。首先，这座机场虽然很大，但移动以及转换航厦却十分方便。机场内建的 SkyTrain 系统，让你不管要从哪一个航厦去到哪一个航厦都超级无敌方便，每5-6分钟就会有一台车。其中 T2 跟 T3 之间来往的 SkyTrain 就是那个会经过新加坡地标 Jewel 的车，让你可以用这无敌的视角欣赏 Jewel 的美。而且 SkyTrain 是一直在跑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一直来回搭，欣赏到你看腻为止。再来就是 Changi 真的有太多休闲娱乐的空间了，这些绿化、玩乐、耍废的空间都已经不算什么了。真正夸张的是，这里有太阳花花园、睡莲花园、仙人掌花园，还有户外游泳池。喜欢在室内吹冷气的，也可以欣赏迷你热带雨林、锦鲤鱼的水池、游乐场、各种装置艺术，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影院，就问你扯不扯？但最夸张的，我觉得还是这里直接盖了一座蝴蝶花园，让你可以近距离欣赏蝴蝶，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之前去 Niagara Falls 那边玩的时候，去看蝴蝶还要付门票嘞，早知道就来这里免费看就好啦。This airport is just plain better。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可以提早3-4个小时前进来。除了这些点，当然还有很多 shopping、食物跟休息的空间。我是直接跑来吃雅坤，买我最爱的卡亚头，顺便看飞机啦。毕竟没有比吃着美食看飞机更开心的事了。逛了机场3个多小时后，我们来过安检看今天的飞机吧。今天第一段新加坡基隆坡航线，短短1小时不到，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2023年排在世界第一，2024年排在世界第4，飞了接近540万个座椅。今天飞的是 MH624 737-800，马航目前一共有36架的737-800跟12架的737 MAX 8正在赚钱。737-800也是马航机队中数量最多的机型，平均机龄大概12岁多，而今天这架 9MMXE 也14岁了，算是其中的老屁股。这架刚好也 feature 了马航最新的国旗 livery， 没有到不好看，但我个人比较喜欢上一代的，你觉得嘞？欢迎留言告诉我。
OK， 来登机吧。今天的737两舱等的配置一共设有12席商务舱以及162席的经济舱，分别都是标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我今天的座位在11A， 来看看椅子吧。这就是马航在737-800最新安装的 Safran 110i Slimline Seats， 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简约，而且很薄，颜色是经典的马航蓝，而材质都是皮革，所以摸起来其实蛮有质感的。中间有一条比较漂亮的部位，给了这个比较无聊的座椅一点谨慎的 personality。头枕很可惜，好像迷路了，让我有点难过。Legroom 的话大概是1个拳头，算合格吧。如果只是飞这种超短1个小时不到的航线的话，我觉得完全 OK。宽度的部分是有一点小窄，但我的大屁股本来就不是个很好的衡量标准，所以大家听听就好。然后就是飞机窗是手拉的，往上看的话则是 Personal Air Vent 跟 Reading Light 都有。我们再把目光移到一样是非常简约的椅背，最上面有一个 literature pocket， 里面放了2本飞行杂志跟安全须知。靠左边有2个充电插孔，一个 USB， 一个 Type C， 中间是一个手机 iPad 架。靠右的话则是教你如何把你的手机化为娱乐系统的指示。餐桌呢是一整片下放式的那种，在下面就是个大口袋，里面放了一个呕吐袋跟垃圾。哦，抓到没清干净哦。Surely not something you wanna see on your flight。这时候你肯定也注意到，这个椅子是完全没有娱乐系统的，甚至连公共的荧幕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你自己的手机。只要按照指示连上马航的机上网络，就能打开他们的娱乐专业来使用。我觉得蛮酷的一点是，当飞机开始广播时，你的页面也会自动暂停，安全意识有到位哦。至于内容有电影、影集、音乐，选择看起来也蛮多的，但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懒得数。用自己的手机当娱乐系统有好有坏，但我个人认为马航这套系统缺点偏多。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手机怎么办？我知道在2025年这样问有点奇怪，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再来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meh，看电影之前要先看30秒的广告就算了，但这个是没有飞行地图的。对于我这个把娱乐系统唯一用途设为播放飞行地图的人类来说，等于跟没有娱乐系统是一样的。而且虽然你需要连上机上网络才能使用这个系统，但它并不是可以上网的那种网络，也就是说你其实没有办法上网滑手机看讯息，你真的就只能用它那个娱乐页面。再来，手机的荧幕毕竟也还是比一般椅背荧幕小很多，除非你自己带平板，但又有多少人有呢？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蓝牙耳机了吧。整体来说，我个人没有到很爱这个椅子的选择。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有点把 cost 转嫁到消费者乘客身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好啦，虽然我觉得椅子有它的问题，但我得说马航的飞机餐还是很有料的。这趟飞行只有在空中45分钟，但马航依旧提供了1个香蕉面包，他们家的招牌花生跟1瓶水。香蕉面包是我的爱，吃起来很扎实，很好吃。至于花生就是花生，水就是水，没什么特别好讲。但这也早就已经超越了我的期待。45分钟的班机，就算什么都不提供，我都不会觉得奇怪。这短到空服都来不及收垃圾，飞机就准备下降了。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还是要给马航一点 credit， 诚意有到位。而没多久后，我们就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啦。我大概有3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所以我跟我朋友决定入境吃个东西。入境前记得要填这个 digital card 哦，这样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clear customs 了。另外 KLIA 也有自动通关，只要持有这些国家的护照都是可以使用的。那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有1个国旗不在这上面，但是这本护照是可以走快速通关的哦。至于为什么不在上面呢？我也不知道，就让大家自己去脑补吧。OK，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我们来聊聊这座机场吧。以占地面积来说 ，KLIA 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目前一共有2个航厦 ，KLIA 1跟2。1是大部分全服务航空公司使用的，2则是主要给廉价航空公司。
KLIA 2之所以会存在，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AirAsia 等廉价航空公司的崛起，让这座机场把扩张第一航厦的重心转向盖出一个全新更适合联航的航厦。虽然这确实提供给了航空公司跟旅客更多的选择，但二航也确实分走了一航很大一部分的人流，这多多少少让原本野心十足的一航没有达到原本期望的客流量。预计要盖的2个卫星航厦，最后也只盖出了1个。而且说到这个卫星航厦，我2年前搭 Batik Air 的时候有从这里出发过，从主航厦楼过去要搭一个 Aero Train， 基本上等于这座卫星航厦的生命线。不过在我上次搭完没多久，它就开始了 replacement work， 而这一修就直接修了2年多 ，Aero Train 直接变 Air No Train。这期间去卫星航厦唯一的方法就是搭公车，就其实蛮不方便的。好消息是2025年7月1号，这个 Aero Train 终于又重启了，好棒棒，拍拍手！虽然有点迟到，但有也总比没有好。好的，我们快转到第2段基隆坡飞上海吧。基隆坡机场跟新加坡一样，安检都是在登机口做的。过完安检后就可以看到这段的飞机了，跟第1段一样是737-800 MH386， 注册编号为 9MMXR， 今年12岁，比上一台搭的要稍微嫩一点。座椅布局跟椅子也都是跟第1段一模一样，所以我就不特别重复了。但一想到这次要飞5个小时，就觉得尾硬。这一次我的座位在11F， 可以看到因为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椅子上是有附毛毯跟枕头的。枕头很可惜用的是那种一次性的套套，但毛毯倒是蛮舒服的，毛茸茸的很赞。不过此时我突然发现，我的椅子的 recline 居然是坏的，只要往后躺，椅子就直接往后掉。我立马跟空服说，空服就把我换到紧急出口的14F，legroom 直接从1个拳头变4个拳头，也从只拥有1个椅子变到拥有整排。哇，我原来是天选之子。Emergency exit 的椅子跟其他椅子基本上都还是一样，唯一不同大概就是飞机窗是从下往上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需要注意的是，我坐的这个是没办法往后仰的，因为后面的排椅也是紧急出口，能往后仰大家就不用避难了。不过我有一整排，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结果当我还在那边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印度阿伯在飞机起飞后就擅自坐在最外面的座位。不，原本还想躺下来的说，看看别人躺得多舒服。其实有些航空公司是不允许擅自移动到紧急出口的位置的，但看起来马航好像没有很在意。Anyways， 我们跳到晚餐吧。马航的网站是有可以 pre-order 餐点的功能的，而且可以看到都是非常经典的马来西亚菜。我最后选了马来西亚国民料理 Nasi Lemak， 这也一直是我最爱的料理之一。Now, who's excited for some chicken in the air? I am. 飞机餐一来我就有点被这个分量吓到，看上去真的相当有水准诶。先来吃吃看这个大蒜面包，果然大蒜就是香。这个是吃起来很厚实、很有料的那种，我觉得相当好吃。再来就是 Nasi Lemak 本人，我原本有点怕会很辣，但完全不会，是连我这个不吃辣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三八酱真的又香又开胃，把这个 fried anchovies and peanuts 丢进去，完全就是妥妥的 Nasi Lemak。我真的是有被惊艳到。真的要我挑剔的话，大概就是那个蛋口感吃起来有一点奇怪，然后吃到后面有点油。不过除此之外没什么好抱怨的。主食之余还吃得到新鲜的水果、海绵蛋糕、马航招牌的花生、一瓶水跟一杯饮料。花生一样就花生，水一样就水。值得一提的是，水果有甜哦，不要忘记东南亚也都是水果王国。蛋糕的话吃起来偏硬偏化学，但口味来说其实不难吃，所以我还是把它干掉了。吃饱喝足后，空服会再走一圈，问大家想不想喝咖啡或者茶。我通常不会喝，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想喝个茶，结果意外的发现他们用的奶不是奶精球，而是这种奶粉包。可能我不习惯吧，但喝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马航的飞机餐还是很有竞争力的。虽然餐具什么的是塑料，而且没有提供湿纸巾，但口味方面没话说。加上我强烈认为会提供自己国家美食的航空公司都是一个 plus， 所以这点马航直接满分，我觉得可以。OK， 吃饱后我们来看看厕所吧。有包尿布的台子，空虚寂寞冷的架子，一个 Kotak， 还有屁股喜欢的卫生纸、脸喜欢的卫生纸跟手喜欢的卫生纸。其他 amenities 还包括卫生棉、呕吐袋、杯杯跟他们自家品牌的 hand soap。水的温度也是可以调整的，整体是个还可以的厕所吧，没有到 above and beyond， 但该有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合格。上完厕所回到座位后，我嘴馋就顺便问了一下空服有没有什么零食吃，结果空服直接变我阿嬷，怕我饿就塞了一堆花生跟汽水给我。空服也都有 consistently 的端着饮料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人想喝点什么。Hospitality wise， 马航真的很不错，空服都超 nice， 把我们都照顾得好好的，我非常开心。
之后就一路搭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啦。我这次搭完马航，整体的 impression 是正面的，飞机餐很好吃，空服人也都超 nice。但我也会说有些点多多少少还是能感觉出马航有在做 cost cutting， 椅子的选择、一次性的枕头套套、塑料的餐具、奶粉包，都会让我觉得是可以提升的空间。但我也能理解，马航的确是从一个比较 struggle 的位置出发的，所以我觉得马航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前进的，期待马航能越来越好，早日把隔壁的新航给干掉，加油加油！好啦，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按赞、分享、收藏、订阅。下一支影片该来做哪一支呢？有点纠结，大家帮我决定一下好不好？留言告诉我，我再来看哪一个人气最高。爱你们哟，那就先这样，下支影片见，拜拜。